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破罩》。这款游戏出品于1989年，游戏的长度是6关。游戏有一个特色或者说是卖点，就是抓住敌人之后，可以把敌人投掷向屏幕。这个镜头可能很多小伙伴当年在街机平台的《忍者神龟》里边见过。但是这款游戏的出品时间应该是更早，看起来是使用了所谓的卷轴缩放功能，但是1989年的街机机版，其性能的孱弱程度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我感觉它还是通过更换贴图来实现的这个效果。大家注意一下游戏的背景。时隔了30多年，看起来还是不错的。游戏当中的每一种敌人都是有名字的。现在打的这种叫做破罗人，刚才还打了一种僵尸。实际上每一种敌人都可以扔向屏幕，但是这种僵尸如果扔向屏幕的话，画面有一点血腥，所以说就给大家省略了。捡到了一个无敌的道具，正好接下来打 BOSS。第一关的 BOSS 叫做包曼珠，这里我直接把他打下了悬崖。实际上如果他血量少的话，也可以投掷向屏幕，后面有机会再给大家演示。刚才画面上出现了一个妖魔王，但是他身体的大部分都在岩石里，现在是露出来一个头。这个家伙就是理论上的最终 BOSS， 但是他并没有在游戏当中出场。跟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剧情。远古的时期，妖天山的妖魔王为祸人间，摘云龙师为了天下苍生，使用灵符将妖魔王封印在了岩石当中，并且在封印处建立了封妖院。2000年之后，妖魔王的属下七妖家之一的魔灾家族长魔灾元师揭开了封印妖魔王的灵符，导致封印的岩石逐渐碎裂崩塌。摘云龙师的后人天云道士得知消息之后，在摘云山的天云道场召集弟子，讲述了2000年以来与妖魔王的恩怨，并且询问谁愿意再次使用灵符将妖魔王封印。这个时候2位弟子站了出来，他们的名字叫做天云和龙云，就是游戏的1P还有2P。作为一款1989年的游戏，游戏的背景故事设定的还可以。我现在打的这种敌人就是僵尸，一跳一跳的。游戏当中能够捡到的道具就是玉，玉应该是有7种，分别是风地火光龙，还有破玉和照玉，能够恢复血量，赋予短暂的无敌。刚才扔出的这种敌人叫做魔灾姑娘，一听就是魔灾家的。它的特效很有意思啊，扔出来之后衣服碎裂了，但是碎裂的又不彻底，所以我看看谁暂停成功了呀，可以在留言或者弹幕里边告诉我一下。这个场景你有2种选择，你可以左右的躲落石，或者呢当落石快滚到你的时候你跳跃一下。这里我建议使用第2种方式，因为同一个位置的落石它还是有一定时间间隔的，如果你左右躲的话操作量比较大，而且容错率也很低。这里连着给了2个风玉，风玉的作用应该是加1格的血，
大家注意屏幕左上角我的血量有蓝色的部分，还有黄色的部分。黄色的部分就代表一条蓝色的血量，而且这款游戏随着时间的流逝，你的血量是不断的下降的，所以攻关还是要快一点。被敌人抓了，其实不只是 BOSS， 对面的小兵也是可以抓咱们的。刚才打的这2个 BOSS 叫做鬼面魔。妖魔王的封印已经没了一半了。这种敌人换了条裤子又上来了，但是他们裤子应该是换错了颜色，我觉得应该换黄裤子呀。因为我不只会把他们打出血呀，还会打出来其他东西。黄裤子还能遮掩一下。面对着大量的敌人，有2种处理方式，这里我就给大家演示，一只一只的秒杀。但是游戏的后面，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我可能就使用平 A 了，因为这款游戏的平 A 的打击范围真的非常的广。但是咱们的站位尽量是靠上一点，因为平 A 的打击范围比较靠下。这里遇到了一种新的敌人，这个敌人叫做风恋，看起来职业是法师。法师也能摔人啊，而且摔完了之后还平 A 了我一下，使用了一套连续技。那可以肯定的是，这是近战法师啊。刚才摔错了方向，有点对不住大伙了。后面我会注意的。平 A 干掉了一个，又失误了呀。这里捡到了无敌，开始打 BOSS。这个 BOSS 叫做鱼鹤宫，其实就是一只鱼精啊。我先控一下它的血量，看起来直接被屏幕前的人给吃掉了。这2只敌人不用管，可以直接跳过。其实之前的场景，那2只魔仔姑娘，咱们也可以这样操作，但是我没舍得错过呀。陀螺人换了个颜色又上来了，大家现在就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出来我的平 A 的控制范围了。对向上是没有这种效果的，它只是向下压制。主人公也是可以从悬崖上掉下去的，但是掉下去之后呢，不是一条命，而是掉一格黄色的血量。刚才打的这种人叫做张铜锣，可以 TP 隐身，然后扔出石头。这个敌人很弱了，打他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耽误太多的时间。游戏虽然是6关，但是第6关的流程非常的长。这个地方敌人的数量很多，
再次给大家演示一下平 A 的覆盖范围。如果咱们站在最下层的话，使用平 A， 那几乎一个敌人也打不到啊！即使对面和你站在一条线上。我好像被攻击了2下，但是无所谓了。被这种小兵打几下，和自然掉血的速度也差不多。捡到了2颗风玉，和血量补满了。BOSS 战是2个饱满珠，这里有机会把它们扔向屏幕给大家看一下。咱们往上站，又要通过走位来找机会。按前按攻击的话是腿的攻击。把猪扔向屏幕，感觉太喜感了呀！主人公终于是来到了封妖院，但是妖魔王的封印已经碎到腿部了，马上要出来。第6关也就是最后一关，流程非常长，敌人的数量也很多。游戏当中给的玉我要吐槽一下，你判断不准它到底在哪一条线，所以有的时候跳起来呢够不到它，需要再次调整。咱们接着抓人，先控一下血，不然的话你非常容易被对面投掷。摔一下还是很疼的。平 A 压制，我的血量感觉非常自然的走掉了1条啊，所以这颗风玉一定要捡到。又来了1颗。2只饱满珠，所以最后一关还包含了 BOSS Rush 的环节。所以小伙伴可能会问，这款游戏是不是卡普空做的呀？不是的，我之前录制过一款这家公司的游戏，叫做《64阶侦探故事》，那是一款非常正宗的轻版动作游戏。而且特照当中的一些元素也在64阶里边有体现。在64阶里边，咱们可以把敌人投向屏幕里侧的背景，可以把背景砸碎，这样可以打出来一些道具。那款游戏是91年出品的，这款游戏的2年之后了。你能够看出来，64阶那款游戏厂家是认真的进行了制作，但是和卡普空的经典轻版动作游戏相比，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抓住一次机会，哪怕他们倒地了，咱们也要进行追打。大家看上面，我整整1条的血啊，自己又走没了。所以这款游戏都不用敌人打。你徒步从本关开始走到最后，一
条多的血就没有了。2只鱼鹤宫，2条烤鱼。这里就是最终 BOSS 战的场景了。最终 BOSS 就是魔灾元师，但现在咱们打不到他，他会隐身，需要先把他的召唤物都干掉。他的召唤物就是几乎所有的怪都召唤2只。所以最终 BOSS 战的难度部分还是比较高的。清怪需要快一点，否则血量自然的流失咱们都扛不住。这里几乎是游戏最后的暂停机会了，2只。游戏在通关之后也会给你演示所有敌人投掷出来的效果。大家注意，现在没有人碰到我，但是我的血量已经掉了2/3了，而且这个场景没有玉的补充啊。打完了这只毁灭魔，应该就可以摔 BOSS 了。BOSS 本身是弱鸡啊，摔一下就没了。这样的话通关，主人公天云使用灵符重新封印了妖魔王。那好吧，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破罩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